嗨，大家好，我們今天來聊一個超級經典的作業系統 Windows 98。我想很多人的電腦初體驗哦，搞不好就是從那個超有辨識度的開機聲開始的。但你知道嗎？它不只活在我們的回憶裡哦，最近它居然還完成了一件讓所有人都嚇一跳的大事。這就帶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。我直接問大家好了，你覺得一個26年前的作業系統有可能跑得動我們現在最夯、最先進的人工智慧技術嗎？聽起來，根本是天方夜譚，對吧？結果答案竟然是可以，真的可以。有一個叫 XO Labs 的團隊，他們真的在一台1998年出廠、裡面裝着 Pentium 2處理器的古董電腦上，成功跑起 Llama AI 模型。你沒聽錯，就是那個 Meta 開發的 Llama。更扯的是什麼？它不只是能跑而已哦，在一個比較小的大概26萬參數的模型上，這台阿公級的電腦居然能達到每秒將近40個 token 的生成速度。我簡單解釋一下， token 就是 AI 理解和生出句子的基本單位了。這個速度等於說 AI 1秒鐘可以吐出好幾個英文單字，這已經非常厲害了。這個超瘋狂的實驗就是我們今天故事的起點。那為了要理解這整件事到底有多不可思議，我們先坐上時光機，回到 Windows 98剛出生的那個年代。好，我們回到1998年，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？大概就是網絡剛要起飛，然後電腦正準備要走進每個人家裡的那個時候。Windows 98其實不是憑空出現的，它的前輩就是1995年那個超級革命性的 Windows 95，所以說98的角色就很重要了，它等於是承先啟後，為後來的系統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。它在98年推出之後啊，隔年微軟還出了個更穩定的第二版，也就是很多人印象中更可靠的98 SE。它的生命週期也超長的，一直到2006年才正式跟大家說拜拜。當然啦，聊到 Windows 98，絕對不能不提這個超經典的畫面。在1998年的 Comdex 大展上，你想想看那個場景，全世界都在看。結果呢，當助理把一台掃描機插上去的時候， Windows 98就當着比爾蓋茨本人的面，直接給他一個藍白當機畫面。哇，那氣氛一定超尷尬的。比爾蓋茨也只能開玩笑說，看來我們還有點 bug 要修，這一定就是我們還沒正式上市的原因啦。這件事其實也完美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氛圍，大家對未來充滿想象，但技術上，還是有點不穩定。雖然有這個藍白當機的小插曲了，但是 Windows 98絕對是一次超級大的升級。它把兩項非常關鍵的技術帶給了所有的使用者。你從幾個關鍵的升級就能看出它進步多少。首先，它全面支援 FAT32 檔案系統，這代表什麼？就是終於擺脫了 Windows 95時代那個2GB 的硬碟分割區限制，硬碟再大都不怕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原生支援 USB， 實現了真正的隨插即用。從此以後，你要裝滑鼠、鍵盤、印表機這些東西就變得超級簡單。然後，網絡也不再是一個外掛功能了，而是深深的整合到系統裡面。穩定性方面也有提升，它把舊的16位元和新的32位元程式碼分開來跑，這就代表，就算一個程式當掉了，也比較不會像以前那樣把整個系統都拖下水。除此之外啊， Windows 98還帶來超級多我們現在覺得理所當然的第一次。它是第一個原生支援多螢幕的系統，第一個可以播 DVD 的，也是第一個有 Windows Update 可以自動更新的。這些功能呢，在當時每一個都是創舉。可以這麼說，我們現在用的個人電腦，很多體驗的基礎其實都是從 Windows 98那時候打下來的。除了這些很實用的功能， Windows 98還有另外一個身份，一個讓很多老玩家到現在還念念不忘的身份。它就是90年代末期 PC 遊戲的完美平台。哇，那個時候玩家夢寐以求的遊戲神機大概就是長這樣，要有一張很穩的 Intel 440BX 主機板，
配上一顆強大的 Pentium 2或3處理器。但真正的關鍵其實是音效卡跟顯示卡。你需要一張像 Sound Blaster 16這種還留着舊式 ISA 插槽的音效卡，這樣才能完美相容以前 DOS 遊戲的音效。那顯示卡呢？當時的王者毫無疑問就是 3DFX 的 Voodoo 系列。Voodoo 顯示卡的秘密武器就是這個叫 Glide 的 API。簡單來說，它就像一條 VIP 快速通道，可以讓遊戲繞過作業系統，直接跟顯示卡溝通。這樣一來，3D 效能就大幅提升了。在那個年代，你如果想玩到最順、畫面最漂亮的 3D 遊戲，那你絕對需要一張 Voodoo 卡。不過啊，要組一台完美的 Windows 98電腦，也是有一些很有趣的眉角。比方說，就是這個數字512MB。當年哦，如果你裝了超過512MB的記憶體，系統反而會變得不穩定，很奇怪吧？這也成了後來復古電腦玩家們到今天都還津津樂道的一個經典挑戰。隨着時間過去 ，Windows 98慢慢的從一個主流的作業系統，變成了一個被很多復古科技愛好者珍藏的文化符號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它的官方生命週期其實長得嚇人，就是因為它太受歡迎了，微軟之後一直延長它的支援期限。主流支援撐了4年，然後延伸支援更是一路撐到2006年的7月才正式結束，這比原來的計劃多了好幾年。那到今天還有誰在用它呢？答案是一個超級熱情的社群，從追求最原汁原味體驗的復古遊戲玩家，到在工廠裡操作舊機台的工程師，一直到像 Exo Labs 這種想看看老科技的極限到底在哪裡的科技玩家。要在現在的電腦上用虛擬機來跑 Windows 98，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哦。整個過程真的可以說是一種真愛的表現。你要手動去限制硬體，從 DOS 環境開始安裝，還要像大海撈針一樣去找那些舊的驅動程式，甚至你還要安裝社群自己做的修補程式，去解決因為現在電腦 CPU 速度太快，反而會讓它出錯的 bug。而這一切正好就讓我們回到了最一開始那個 AI 實驗。那個 Exo Labs 團隊，他們也碰上了一模一樣的挑戰。他們得去找出那種老舊的 PS2 圓頭鍵盤滑鼠才能用，然後用很古老的 FTP 方式來傳檔案，最後還得拿出一個26歲的 Borland C++ 開發工具，才有辦法把程式碼編譯成功。那他們幹嘛要做這麼麻煩的事呢？這句話就說出了他們的核心理念。他們想要證明一件事，就是強大的人工智慧不一定非得要靠那些超大型的資料中心，只要經過優化 ，AI 是有潛力在幾乎任何設備上運行的，這能讓科技變得更普及。Windows 98的故事，從當年的萬人空上，到今天在古董電腦上跑 AI， 它證明了好的科技真的可以超越時間，用不同的方式繼續啟發我們。這也讓我們忍不住去想，我們今天每天在用的這些科技，有哪些東西會在25年之後被下一代的人滿懷熱情地重新挖出來，去把玩，然後創造出我們現在根本無法想象的新用途呢？